在很多电影里，我们经常能看到杀手将雨伞、口红等不起眼的物件改造成枪支，用作暗杀工具。但你知道吗？这些看似炫酷的特殊武器，并非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在现实里，解放军战士也装备着多款兼具2种功能的武器，比如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的匕首枪。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火炮、导弹、飞机等热兵器的杀伤效率越来越高，冷兵器在现代军队中的应用场景已接近消失。一提到现代军队中的冷兵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刺刀，但如今的刺刀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格斗武器，而是演变成了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工具。在各类影视作品中，对特工使用的特殊武器有着大量描写，其中将近战用的匕首与枪械结合的匕首枪更是频繁出现在不同题材的作品里。那么，这种既能用于格斗又能进行射击的武器，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近日，新华社官方账号就发布了一则以匕首枪为主题的视频。视频中，一名解放军战士手持一柄尾端呈圆形的匕首，然后将子弹逐一填入武器内部。随后，他双手握住匕首，手臂伸直放平，匕首尖端朝向外侧。通过瞄准后扣动一个小巧的扳机，子弹便从匕首前端射出，轻松击穿了数米之外的目标。面对这个新奇武器，评论区的网友都沸腾了。但小编想说，其实匕首枪的发明历史十分悠久，早在17、18世纪，有人为了防身，就曾尝试过各种匕首枪的研制。因为当时火枪的装填速度太慢，往往近距离战斗时根本没有装填的机会，故而就有了将剑和手枪合二为一的做法。开完一枪后，武器可以直接变身为短剑，用于近距离搏斗。二战结束后，苏联为应对反恐、反游击以及特工作战的需求，脑洞大开地研发出了匕首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装备给侦察兵部队的 NRS 侦察匕首。这种匕首的设计基本为后续各类匕首枪的研发定下了基调。不过 NRS 侦察匕首的枪管朝向刀柄下方，且仅能装填一发子弹，有效射程约为25米，还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它的枪口与刀尖方向相反。这意味着，若想让枪口对准敌人，刀尖就会朝向使用者自己。不了解这种武器的人，甚至可能误以为使用者要自杀。所以，当你看到苏联士兵将匕首刀尖朝向自己时，就得格外警惕了。而这次视频中的匕首枪是中国自主研发的 QSB-91式匕首枪。该枪于1992年设计定型，是专门用于近距离歼灭敌人的自卫武器，主要装备给特种部队和公安特警使用。QSB-91式匕首枪由匕首、枪身、瞄具、击发机、刀鞘等部件组成，它的手柄内部装有4根沿匕首轴线对称排列的枪管，枪管同时兼具供弹具的功能，容弹量为4发，适配64式762毫米手枪弹。这款武器的威力较为可观，使用64式7.62毫米手枪弹时，在10米的距离上能击穿120毫米厚的红松木板。枪身内部设有2个退壳艇，射击完毕后可同时退出4个弹壳。此外，匕首还能与刀鞘上的剪枝做配合，剪枝直径3毫米以下的钢丝。匕首背部配备的狙错和平错，可对胶木、钢铁等较坚硬的物体进行狙错等作业，进一步拓展了武器的使用场景。QSB-91式匕首枪采用击针转位式击发方式，扣动扳机后，击锤在击锤弹的弹力作用下推动击针对准针孔，打击枪弹底火。底火被点燃后引燃发射药，产生的火药燃气推动弹头沿膛线向前运动，最终飞出枪管。松开扳机后，扳机在黄力作用下带动顶片一同复位，重新进入待机状态，完成一次完整的射击循环。每扣动一次扳机即可发射1发枪弹，直至枪身内的4发枪弹全部射完。之后需退壳并重新装弹。若射击时出现哑弹，
只需再次扣动扳机，就能迅速切换到下一个弹膛进行击发，不会出现一发哑弹导致后续无法射击的情况。这种供弹与击发结构与转轮手枪恰好相反，轮手枪的机针固定不动，通过弹膛转动实现供弹，而 QSB91式匕首枪的弹膛固定，机针位置随击发动作变动，但该结构的可靠性却非常高。相较于早期生产的822式匕首枪 ，QSB91式的结构大幅简化，将原本的3枚机针减少至1枚，同时把枪管数量增加到4根，让使用者拥有了更多射击机会。此外，匕首枪的分解过程还兼具装弹和退壳的功能，若不进行射击，可关闭准星旁的保险装置，确保携带安全。小编觉得，与俄罗斯的 NRS 匕首枪相比， QSB91式匕首枪的结构设计更为合理。前面说了 ，NRS 匕首枪的枪管向后开口，射击时刀尖朝向射手自己，而 QSB91式的刀尖始终朝向敌人。这种设计的优势在近距离百刃格斗中尤为明显，能为使用者创造更多射击机会。而且从心理层面来说，让刀尖朝向自己进行射击，也会给人一种突兀不安全感。QSB91式的设计则避免了这一问题。同时，设计者从安全角度出发，将该枪的扳机形成设定的较长，约为20毫米。这种设计能有效防止误触击发，保障携带与使用安全。若像其他武器那样轻轻一扣就能击发，反而不利于装弹和携带。另外，该枪的扳机力为44.1牛，比一般手枪的扳机力更大，因此射击时需要用力按压扳机，且要尽量保持正直向后扣压，直至枪响即可。若射击过程中遇到哑弹，只需再次扣压扳机，发射下一发枪弹，直至枪膛内所有枪弹射完。综合来看， QSB91式匕首枪将匕首与枪械有机结合，在执行特种作战或近距离格斗任务时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敌后特种作战中，匕首可用于开辟道路、搭建临时住所、制作简易工具、获取食物等。一旦遭遇危险，使用者能迅速切换到射击姿态，通过火力打击保障自身安全。在近距离格斗中，它酷似冷兵器的外形，能有效迷惑敌人，使对方放松警惕。使用者可抓住时机射击，杀伤敌人。即便在格斗中未能制服敌人，若敌人逃跑或继续对使用者构成威胁，也能突然发起火力攻击，阻止敌人或将其杀伤。整体而言， QSB91式匕首枪属于一种隐蔽性强、功能多样的近距离自卫武器，具备可靠耐用、轻巧便携等诸多优点，对于提升特种士兵和公安特警的野外生存能力与实战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优点讲完了，我们再来说说这款匕首枪的缺点。首先，匕首枪本质上还是一柄匕首，只是额外增加了发射子弹的功能。在现代化战争中，只有特种部队或侦察兵会在极少数特殊场合使用匕首执行杀伤任务，但使用匕首必须靠近敌人半米范围内，除非敌人处于熟睡状态或完全没有警惕性，否则袭击者很难成功。更关键的是，若在靠近敌人几米时被发现，局面会瞬间陷入被动，敌人可立即使用枪械反击，而使用者手中若只有匕首，几乎没有反抗能力。显然，依靠匕首完成杀伤任务的场景更多出现在电影中，现实中并不具备普适性。如今，各国特种部队执行摸哨、静默作战等任务时，主要使用微声冲锋枪、微声手枪等专业武器，匕首枪的刀刃功能更多是锦上添花，而非核心需求。况且，现代军人都会配备专用的多功能匕首，无需依赖匕首枪的刀刃功能。其次，匕首枪的设计定位存在矛盾，既然主要作为多功能匕首使用，额外增加的射击功能究竟能在何种场景下发挥作用？唯一可能的场景是，使用者原本计划用匕首刺杀敌人，却在几米外被发现，此时迅速调转匕首开枪，将敌人击倒。但正如前文所说，用匕首刺杀敌人本身就是现实中极少出现的场景，后续的射击功能自然也难以找到用武之地。在此，从枪械性能来看，匕首枪是最弱的枪，它的枪管极短，导致子弹的弹道稳定性差、精准度低，且缺乏专业的瞄准装置，实际有效射击距离往往只有2-3米，距离稍远就难以命中目标。此外，匕首枪使用的64式7.62毫米手枪弹
威力本身就较弱，曾出现过击毙疯牛需射击几十枪，持枪歹徒肝脏被击中后仍能继续反抗、跳火车、逃走等案例。这样的威力很难满足实战中的杀伤需求。那既然存在诸多不足，解放军为何会装备匕首枪呢？其实，中国早期的匕首枪研发主要是仿造苏联的设计，用于特种作战。当时的军事发展思路中存在向苏联学习的倾向，苏联研发的武器类型，中国会尝试跟进研制。但有趣的是，苏联后续并未继续深入研发匕首枪。如今的俄罗斯特种部队以全面换装各类现代化微声枪械执行任务。由此可见，匕首枪的实战价值有限，甚至无法满足民间自卫需求，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武器，成为收藏爱好者的藏品。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